不好意思啊，今天我没有请小凡。是不是我的样品没通过？是的。不过包一凡建议你尽快出第2次的样品。我请你来也是想把质检师提出来的一些评估的资讯转达给你，好让你尽快调整。哦，太好了！如果这一行像包总的公司长期供货的话，那就意味着品质可以保证。谢谢你们。对了，安迪，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我样品没通过的事，可不可以先别告诉小美？所以我今天单独请你来，就怕你有这个顾虑。太谢谢你了。包总那边说是什么问题了吗？负责质检的赵工说，轴承的材质和做工都有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零件，但是如果说润滑度不够的话，会增加摩擦，影响主机的使用寿命。而且好像你的做工，离他们想要的标准相差甚远。是包总的要求非常高，我已经找了2家工厂了，但是他们没有合适的设备来达到包总要求的加工精度。是他对你要求太苛刻了。如果是这样的，你直接告诉我，我去问他。哦不是，包总对质量的要求很合理，只是我找的这2家工厂，他们的加工水平已经达到他们现有的加工能力了。那你就可以换一个能够达到他们标准的加工公司啊。这一行都是透明的，能有这样加工能力的公司也都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他们的客户门槛都比较高，他们的销售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我来接包总的单。看来我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如果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不如先吃饭吧。也不知道这家菜好不好吃，先吃点东西吧。菜很好，但是我没有什么胃口。包一凡让我转达一下他对你的歉意。这件事情我还得谢谢包总，他能给我一次机会，都是我自己不争气。哦，对了，安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小美提起。不跟小美提，可是时间长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利润来顶替你跟包一凡的这次合作成果，他还是会知道啊，到时候不是更糟糕？小美她对我的要求非常高，她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做男人也是好辛苦啊。是啊，有些时候男人要负担的很多，加上小美他们家的情况。哎，小美她哥她嫂又犯事儿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好像又进警察局了。不光是这样，他妈呢又没忍住，把所有的生活费给了他哥，转过头呢又问小美要，小美怕坏了他的规矩，硬忍着没给，结果他妈带着雷雷竟然去隔壁家借米啊！还会有这种事情？就因为这事儿，小美前2天都气哭了。她非得让我想办法，我呢只好让我老家的哥们儿以超市试吃产品为由，这才给他们家送了些吃的，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告诉是谁让送的。这个你也想得出来，也是不容易。之前也都是被逼出来的。安迪，我现在很甜蜜，帮他解决很多问题，就跟走了蜜运一样。但是你想想，小美在德贤投资，那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有实力的人，她见多识广。如果我今天告诉她我有一单生意做失败了，那当然我的蜜运也会戛然而止。我不想冒这个险。其实你不用这么看轻你自己啊。我们22楼的女孩都觉得你很好，很不错。你年轻，事业又刚起步，你做的是平常生意，没有人指望你会发横财啊。自信一点。我一开始也觉得自己挺好，可怎么说呢？爱能让一个人卑微到尘埃里，小美她过得太不容易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开心。
发自内心的开心。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能力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我希望自己能更进一步，而不像这次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吧，我答应先替你隐瞒1个季度。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我想你了？样品没有达标的事情，我告诉我买川了。他还是挺矛盾的，因为他说他能够找到的公司可能很难达到你要求的加工标准，但他还想再试一试。说实话，我挺同情他的。你对工作不一向严谨吗？怎么的，这回心软了？因为他一直跟我诉苦，看样子小凡把他逼得很紧。他为了让小凡高兴，还承诺今年会在上海买房子。所以跟我聊完之后，马上就回去加班去了，说要把这几天出差的亏空全都给补回来。做生意本来就这样，尤其是小公司，想谋求生存发展，可不是事事都得拼尽全力。以后走上正轨就好了。哎，我周末也加班啊，怎么不见你心疼我呢？你跟他太不一样了，好吗？记得之前我们5个女孩和他一起去把凡爸爸送回老家的时候，他已经开了1天的车了，但是晚上他还是去跟人应酬，然后喝醉了酒以后到路边催吐，再回去跟人家拼酒。连小曲看到他以后都说他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不是小凡逼他逼得那么紧的话，他不会这么拼命的。为了抱得美人归，一句怨言都没有，好样儿！这点像我，老话怎么讲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觉得你这人真的很奇怪，我不管说什么你都会拉到你自己身上，可是我没有逼你啊。我没说你逼我呀，我倒想让您老人家逼我了，您倒是逼呀。太没面子了。哎，你猜猜，今天谁给我打电话了？谁呀？魏国强的前妻。他怎么有你的联系方式？想找我还不容易，直接打公司来了。他找你，一定没什么好事吧？哎，阴阳怪气儿倒是说了不少，我就当他是放屁。可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你还是得小心点。哎，睡觉前啊，喝杯热牛奶，安神。我明白。实在不忍心你熬夜，早点休息。你也是。拜拜。拜拜。哎，盛美啊，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哎呀，说多了都是眼泪啊！这大周末的，就剩我一个人在这里值班。哟，你们包氏集团不是都很忙吗？周末都得加班的。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包总啊走命运了，经常要陪女朋友，所以我们就得跟着他一起加班了。真的假的？真的，包总都把女朋友带到公司来了，我还亲眼见了，还真是一个大美女。听说好像还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比我们包总啊一点也不差。他那个女朋友我知道。哦，是吗？啊，那你赶紧说说。我们包总的女朋友虽然多，但把他迷成这样的，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呢。他那个女朋友啊，高智商、高学历，人长得漂亮不说，钱还多呢，根本就不稀罕你们包总的钱。哎，追他的人呢大把大把的，你知道吗？随便一个晚宴都会有人开着车追到家门口，就为了送一张名片给他。哇，这个可是独家情报哎！哇，这样的稀罕人物，难怪我们包总能破例把人带到公司来，周末加班啊都得连在一起。这还不算什么呢。我听说啊，他还介绍了个朋友给你们包总，是做什么配件的，说这几天在测试，还测试什么呀？他介绍给你们包总的人，他敢不用吗？对吧？啊，谁呀？啊，什么产品呀？哎呀，我得立马去打听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在意呀？暗恋你们包总啊？
这可是独家情报哎，关系到我们老板啊究竟有多爱你朋友。这种超级大八卦，我不去打听清楚啊，我连觉都睡不着。挂了啊。哎。喂，你不是在陪客户吃饭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是啊，刚用煮完。然后就非常想你，就想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哎，想不想听一个好消息？别买官司了。包总那边的测试通过了，安迪啊，帮了很多的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第一时间想跟你分享。真的，太好了！我见到安迪一定好好感谢他，他上周末一直陪着包总呢，他肯定得顾他的服面呢。哦，是吗？这条路才是最近的捷径啊！小美，你真是我的福星。通过你，我才认识了安迪，认识了包总。是你自己有心，百川，我说你行，你就一定行。哎，小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快到公司了，回头我跟你联系。换个大房子。还有这件，你看这块有块油，你帮我洗一下，注意一下。还有这个倒还好，没有太多污点，但是你也要注意的啊。好的，是羊绒的。好的，我先走了，谢谢啊。安迪，你回来了。我跟你说，欧美商都告诉我了，说他那个样品通过了，真的好感谢你啊！啊，那个其实也没有了，我只是尽力而已。我买了一堆书有点沉，我先回房间了。我帮你拿，我帮你拿。我知道王百川这种小公司想要跟包总他们搭上关系，真的是难上加难。包总这次啊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如果没有你，哪会那么顺利呀？其实是王百川自己很努力，很能干。哎呀，你是不好意思，接个电话。Hello。下班了吗？吃饭了没有？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我给你放口。谢谢。你等一下，我先开个门。谢谢啊，谢谢。拜拜。等一下。Hello。不是，我不急，你先别急。你这个电话来的真的太是时候了。怎么了？又有追求者骚扰你了？比追求者还要可怕。我不是答应王百川帮他隐瞒样品没有通过的事情吗？但是貌似他好像告诉樊小妹样品通过了。刚才在楼道，樊小妹拉着我的手，一个劲的感激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单纯了，演技不足。我本来也没有想要骗他，我只是看到王百川真的那么在乎樊小妹的态度。你等一下，真的好热啊。
Hello。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王百川。这第2次送过来的样品，要是合格了还行，不合格呢，这事儿早晚得存吧。以樊小妹的性格，她至少不会感激你吧？我也没有想让她感激我，但是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樊小妹要把自己那么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王百川身上。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你越是逼他，越是给他压力，可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让自己失望吗？这人呐，都一个德行，难免会虚荣、自欺欺人。像许妖精那样的，有什么说什么，很难得。你这种忠于内心的，那更难得。像你这样随时随地能够找到理由恭维别人的人，最难得。哎，此言差矣。我恭维我未来的女朋友，那不是我应尽的义务吗？再说了，谁让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呢？我好像真的跟你聊不下去了，拜拜。不是别，我还真就喜欢你跟我聊不下去的样子。安迪，为什么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指责，生意不成，我也很难过。有些事情是非人力所能及的，那我也需要安慰啊。你仅仅作为他的邻居，你都愿意替我想办法，筹划出路。可他呢，一旦出了问题，他就把所有的责任，甚至一些莫须有的责任，全部都推到我身上来。凭什么呀？都是赤手空拳出来打拼的，他为什么就这么轻贱我？他们家一堆破事，我平常说过他什么吗？一旦有什么问题，我就立刻解决。而且有些时候是他的责任，我都不带指责他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对不起，安迪，我把一切负能量全都给你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我突然想起一句话送给你吧。在那些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奋斗找到前途的人们当中，你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通过我这段时间的感受，樊小妹真的很需要你，而且你可能是她信赖的唯一，你能理解吗？你的意思是说，他外强中干，他这是在鞭策我了？可能我的话有点复杂，但是其实道理很简单。好了，就这样吧，我先挂了。安迪每天都坚持跑步，他太厉害。安迪也好厉害啊！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然后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对不起啊，小凡，之前的事情你用不着跟我说对不起。你不帮忙没关系，可是你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你不但不提醒我，还跟王百川一起合起伙来骗我。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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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句没错。怎么了？安迪骗我就是骗我，跟王百川一起来骗我，还是朋友吗？现在高兴了，我跟王百川分开了，高兴了。你跟王总分开了？怎么可能呀，樊姐？肯定早就想好要跟我分开了。不然我借王百川100个胆也不会到现在都不给我联系。不就是生意失败了吗？啊，你至于要骗我吗？真的是，王姐，他就是没人见我，他不好意思呀。你说说他，你生意失败就失败，你别骗我，别瞒我，我大不了就唠叨2天，我能怎么样？我至于分手吗？我，哎，樊姐。安妮姐，早上樊姐说的是怎么回事呀？王百川送样品到了鲍一凡的公司，样品检测没有通过，他担心小凡会批评他，所以希望我对他隐瞒。可你也是为他们俩好呀。但是出发点不能作为借口，错了就是错了。不过王百川说，今天等小凡情绪平复一点，他会向他道歉。乐观其成吧。可我觉得不太乐观。
你说王总他得挨多少批评才能获得樊姐的原谅呀？安妮姐，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才答应王总的？我只是看到王百川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才一时感情用事答应他了。这确实是我不对，但是我的道歉也就到此为止，没有更多。安妮姐，那你这话可就千万别跟樊姐说了，你太强势了，容易引起她的误会。我不在乎被他误会，我向他道歉也只是承认我的错误，我并不是想挽回什么。我觉得他在乎王百川是否成功，远超过他在乎这个人。过去我以为他身上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他的家庭给他造成的问题，现在也不尽其然。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和理解这个人的失败？如果他执意要误会我，我可以放弃与他的友谊。